有人说，真正的智慧往往来自最不经意的相遇。虚云大师一生历经沧桑，曾九死一生，却在磨难中悟得大道。他云游四方，不为名利，只为弘法利生。可没想到有一日，竟被一位乞丐一语惊醒，令虚云大师为之动容。这乞丐究竟说了什么？何为身弱之人切忌求印不求财？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天机玄机？民国初年，战乱频仍，佛法式微。虚云大师离开云居山，南下前往南京，为寺院复建之事奔走。这日清晨，虚云大师在一座小城中化缘。他手持钵盂，脚步从容，目光平静而深邃，虽已年逾古稀，却步履稳健，气息绵长。然而细心之人或许能发现，这位老和尚眉宇间隐约有一丝忧虑。云居山毁坏已久，若不及时重建，恐怕佛法传承会有断绝之危。虚云大师心中暗忖，然南方战事不断，民不聊生，筹款一事恐非易事啊。正当他思绪飘忽之际，一阵微弱的咳嗽声传入耳中。虚云大师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衣不蔽体的乞丐蜷缩在巷口阴影处。乞丐面容枯槁，双颊凹陷，眼窝深陷，看上去命不久矣。然而那双眼睛却异常明亮，仿佛黑夜中的星辰，闪烁着不同寻常的神采。行人纷纷掩鼻而过，生怕沾染了不祥。虚云大师却驻足而立，慈悲之色浮现脸庞。老和尚，能否不施些许食物？小人已3日未进食了。乞丐嘶哑着声音道，眼中掠过一丝期待与羞愧。虚云大师二话不说，将钵中刚化得的半个馒头和几个果子递了过去。乞丐接过食物，手指颤抖，先是小心翼翼地掰下一小块，放入口中细细咀嚼，随后才逐渐加快了进食的速度。阿弥陀佛，慢些吃，莫要伤了肠胃。虚云大师柔声提醒道，眼中满是怜悯。乞丐闻言，深呼一口气，强迫自己放慢了速度。待到将食物吃完，他抬起头，那双明亮的眼睛直视虚云大师。老和尚面相不凡，气息沉稳，想必是佛门中的得道高僧。虚云大师微微一笑，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。贫僧只是一介凡夫，在佛门中苦修多年罢了，谈不上什么高僧。乞丐摇摇头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。老和尚过谦了。贫道虽身处卑微，却能观人气息。老和尚周身佛光隐现，内有禅定之气，外有慈悲之相，分明是得道高僧。只是他的话戛然而止，欲言又止之太明显。虚云大师被勾起了好奇心，只是什么？还请直言。乞丐叹了口气，声音低沉，只是老和尚近来似乎有心事萦绕，导致气息不够通畅，眉宇间有一丝郁结之气。虚云大师闻言心中一震，这乞丐竟能看出他的心事，实属不凡。的确，云居山重建之事一直萦绕在他心头，使他有些分心。阁下何以知晓贫僧心事？虚云大师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乞丐神秘一笑，露出几颗泛黄的牙齿。贫道年轻时曾学过相术，略通天机。老和尚眉宇间的郁结之气，显然是为某事所扰。若贫道猜得不错，应是为某处寺院之事烦忧吧。虚云大师默然片刻，随即点头承认，不错，贫僧此行正是为云居山重建之事筹措资金。战乱之后，寺院倾颓，若不及时修复，恐怕法脉难以延续。乞丐闻言，目光忽然变得锐利起来，如同刀锋般直刺虚云大师心底。老和尚此行是为求财而来。虚云大师微微一怔，随即摇头，非为求财，实为法脉传承。云居山乃禅宗祖庭，不可废弃。乞丐忽然发出一阵怪笑，笑声中带着几分讥讽，又有几分怜悯。老和尚口中说不为财，心中却仍有牵挂。
求财岂是高僧本分？虚云大师闻言面色一变，随即又恢复平静。施主此言差矣，贫僧并非为私欲求财，而是为法门兴盛，为众生觉悟。乞丐不为所动，反问道：老和尚可知我为何落得如此境地？虚云大师摇头。乞丐自嘲地笑了笑，眼中却闪过一丝痛楚。我本是江南富商之子，家财万贯。父亲过世后，我继承家业，开始四处敛财，扩张生意。表面上看，我的财富与日俱增，生意越做越大。但我天生体弱，操劳过度，不到40岁就卧病在床。他顿了顿，手指无意识地抓挠着破旧的衣襟。那时候我请了最好的大夫，吃了最贵的药材，却始终未见好转。忽有一日，一位云游道士路过我家，见我病危，只赠我一句话。虚云大师好奇道：是何言语？乞丐深吸一口气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身弱之人当求印不求财。虚云大师眉头一皱，这话何解？乞丐苦笑一声，当时我也不解其意，以为是风言风语，置若罔闻。结果病情每况愈下，家业也因无人打理而败落。几年后，我失去了一切，流落街头，成了您眼前这副模样。虚云大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那后来呢？你可明白那道士所言何意？乞丐的眼神忽然变得深邃起来，仿佛看透了尘世的一切虚妄。明白了，却为时已晚。那道士所言印，并非寻常之印章，而是正当他要道出关键所在时，街角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。只见一群衙役模样的人匆匆走来，为首的官员高声喊道：各位乡亲，知府大人有令，今日施粥救济贫民，有需要的速去城南粥棚领取。周围的乞丐们闻言，纷纷挣扎着起身，朝城南方向涌去。这位与虚云大师交谈的乞丐也站起身来，身体摇摇晃晃，似乎随时会倒下。老和尚，我得去领粥了，否则今日无食可食。我们有缘再见吧。虚云大师急道：施主且慢，你还未解释那印字的含义。乞丐回头，目光如炬。老和尚若想知道答案，明日清晨可来城东的废弃庙宇一叙。临行前，我再告诉您一句，老和尚此行当转求印不求财，方能圆满。说完，他便消失在了拥挤的人群之中，只留下虚云大师站在原地，眉头紧锁，陷入沉思。次日拂晓，虚云大师离开寺院，按约前往城东废弃庙宇。晨雾弥漫，庙宇破败不堪，屋顶塌陷，佛像缺损，令人唏嘘。庙内空无一人，只有几只麻雀在梁上跳跃。虚云大师四处张望，却不见昨日乞丐的踪影。施主，你在何处？虚云大师轻声唤道。忽然一阵风吹过，卷起地上的落叶。虚云大师敏锐地发现，落叶之下似有字迹。他俯身拾起一片残破的宣纸，上面写着：印者，心也；财者，香也。香烛心亡，舍本逐末。老和尚欲救云居，当先明此理。虚云大师读罢，如遭雷击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他隐约明白了什么，却又觉得其中仍有玄机未解。就在此时，寺院住持火急火燎地赶来。虚云师傅，大事不好，刚收到南京来信，说那位承诺捐资重建云居山的大善人突然暴病身亡，他的家人已取消了捐赠计划。虚云大师闻言，不由得想起乞丐那句身弱之人当求印不求财。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中闪现，那位大善人是否也是因为过度操劳求财，才落得如此下场？他正欲询问更多详情，却见废弃庙宇的佛龛后忽然有一道黑影闪过。虚云大师快步上前，只见佛龛后露出一角黄色衣袖。莫非是昨日那乞丐？施主，可是你？虚云大师绕过佛龛，却惊讶地发现，那里不是昨日的乞丐，而是一位身着破旧僧衣的老僧，面容枯槁，
但眼神清明如水。阿弥陀佛，虚云大师久仰。老僧双手合十，微微鞠躬。你是？虚云大师疑惑不解。老僧微微一笑，贫僧法号慧通，曾是这座庙的住持。4会之后，贫僧流落街头，靠化缘为生。昨日与大师相见，未曾表明身份，实属冒犯。虚云大师恍然大悟，原来施主就是昨日那位乞丐。慧通点头，正是贫僧。虚云大师急问，施主昨日言道身弱之人当求印不求财，又说印者心也，究竟是何意思？慧通老僧缓缓道来，此事还得从我的经历说起。我原本是这城东寺的住持，自幼体弱多病。早年间我不解佛法精髓，一心只想重建寺院，扩大规模，于是四处化缘，广募财资。表面上看，寺院香火渐盛，规模渐大，但我却因劳累过度，病情加重。他叹了口气，继续道：某日，一位云游高僧路过本寺，见我形容枯槁，问我何故。我如实相告。那高僧闻言摇头道：你本是修行之人，却为外物所扰，舍本逐末。身弱之人当求印不求财。当时我不解其意，依旧为筹集资金而奔走，结果病情恶化，卧床不起。虚云大师问道：后来呢？慧通苦笑道：后来寺院虽建起来了，我却已经油尽灯枯，直到寺院被战火焚毁，我才猛然醒悟。那高僧所言印，并非寻常印章，而是心印、法印。佛法的真谛不在于寺院的规模大小，而在于心灵的觉悟与法脉的传承。他顿了顿，目光炯炯地看着虚云大师。身弱之人当求印不求财，是告诫我们要明白本心，不为外物所动。特别是身体虚弱的人，更应当珍惜生命，寻求心灵的平静与觉悟，而非耗费宝贵精力去追逐外在的物质财富。虚云大师若有所思，所谓印者心也，财者香也，是说我们应当重视内在的心灵觉悟，而非外在的物质形式。慧通点头，正是如此。佛教中有心印之说，指的是心灵的印证，是对佛法真谛的领悟与传承。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，迦叶尊者会意而笑，这就是著名的拈花微笑公案，传递的正是这心印。虚云大师恍然大悟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在提醒我，重建云居山的真正意义不在于重建寺院的外在形式，而在于弘扬佛法的真谛，传递着心印法印。慧通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大师悟性非凡。不错，建寺求财只是手段，弘法传印才是目的。若本末倒置，不仅徒劳无功，还可能损害身心。虚云大师沉思片刻，郑重地说：多谢施主点拨，我此行确实过于执着于筹款一事，反而忘了佛法的根本。从今以后，我会以弘法为先，传法度人，至于寺院重建，自会水到渠成。慧通合掌道：大师明白此理，贫僧甚慰。对了，还有一事相告，那位暴病身亡的大善人，正是因过度操劳而亡。他生前曾对我说，若能早知求印不求财的道理，或许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虚云大师闻言，心中一震。他想起那位大善人生前也是体弱多病，却依旧夜以继日的工作，为的就是积累更多财富。若他能明白这个道理，或许就不会英年早逝了。离开废弃庙宇，虚云大师决定改变此行计划。他不再急于筹措资金，而是在南京及周边城镇讲经说法，宣扬佛法精髓。他的讲法深入浅出，气理气机，使许多人开启智慧，有的甚至当下开悟。令人惊奇的是，随着他弘法的足迹扩展，云居山重建所需的资金竟不求自来。许多听闻佛法的施主被他的精神所感动，纷纷解囊相助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不少能工巧匠主动请缨参与寺院重建工作。半年后，
虚云大师返回云居山，重建工作已经开始，寺院焕然一新。这一切源于他放下了求财的执着，专注于求印，传递佛法真谛。后来虚云大师常对弟子们讲起这次奇遇，他说慧通法师看似落魄，实则通达。他的一番话点醒了我，修行之道贵在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我们追求的不应是外在的形式，而是内在的觉悟。他进一步解释道，印有多重含义，对修行人来说是指心印法印，是内心的证悟与智慧的传承；对世俗之人来说，则是安身立命之本，是无形的精神财富与智慧结晶。财虽能养身，却未必能养心。若一味追逐外物，反而会迷失自我，损伤身心。有弟子不解，师父，那身弱之人为何特别要求印不求财？虚云大师慈祥地看着弟子，身体虚弱之人本就元气不足，若再耗费心神去追逐外物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反之，若能静心修行，求得心印，不仅能涵养精神，还能延年益寿。就如同一盏油将尽的灯，若用它去照亮远方，很快就会熄灭，但若用它点亮自己的心灯，反能延续其光明。弟子们恍然大悟，纷纷点头。从此，身弱之人当求印不求财成为云居山的一句箴言，提醒世人在追逐物质财富的同时，不要忘记寻求心灵的富足与智慧的印证。后世有诗人题诗一首，以纪念这段姻缘，街头奇遇破天机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身弱何须求外物，心印长存道自真。云居重建非为财，法脉相传为度人。但得众生心地静，何愁佛法不兴盛？这首诗道出了虚云大师的悟道历程，也揭示了身弱之人当求印不求财的深刻内涵。他提醒我们，在物欲横流的世间，不要迷失自我，特别是那些身体虚弱之人，更应懂得珍惜生命，寻求心灵的安宁与智慧的印证，这才是真正的长生之道。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言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物质财富如梦幻泡影，转瞬即逝，而心灵的觉悟与智慧的印证，才是恒久长存的真实财富。虚云大师悟得印者心野的真谛之后，便一心弘法，步步随缘，不再执着于寺院重建的世俗过程。消息传回云居山后，诸多弟子惊讶于师父行止转变，纷纷议论。有人担心寺院重建将就此搁置，有人则坚信师父自有打算。数月后，一位中年妇人千里迢迢来到云居山，欲亲自拜见虚云大师。他身着素衣，神情恭敬，自称无氏寡妇，早年丧夫，只余一子，原本家境贫寒，却因听闻大师讲法而起念修行，终在乡邻帮助下开设布庄，渐渐有了盈余。弟子听闻大师教诲，深知身弱者不可执着外财。我虽非病弱之人，却知福祸无常，愿将布庄一半所得供养云居山，只为福佑众生。他说罢，跪地叩首。虚云大师轻抚其肩，叹道：施主之愿出于善心，亦合天意。但佛法之传，不在金银供养，而在你我之心。若你能以此布庄为平台，广结善缘，劝人向善，弘扬佛法，便已胜过万金资粮。无事闻言感动涕零，自此每月不失1成盈余，同时在自家铺中设一角莲语书架，供人取阅佛经禅语，竟吸引不少行商旅人驻足交流。虚云大师感慨道：所谓求印不求财，非是拒绝一切世俗之助，而是以慧眼识本心，不被财相所迷。财若助道，是法资粮；财若扰心，是道中磨晚年。虚云大师多次提起慧通法师与乞丐奇缘一事，并在讲法中常用印与财的故事点化弟子。他说：人生如舟，财是浮木，印是罗盘。若无罗盘，
纵使船满浮木，也难敌彼岸云居山中得复见。但其香火之盛，道风之纯，并非因金银之助，而是因求印之念根植人心，代代相传，成为禅宗一脉中的一方净土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